嗨，兄弟们！继上次更新新游比较晚之后，今天为大家提前带来了8月份新游，论如何同时惹怒 PC 和 PS 玩家。PS Only on PlayStation，PC 售价379元，我看还是得你索尼啊！下面有请8月份人气榜单第1名，漫威蜘蛛侠重制版，现国区价格379，最低土耳其价格191。你没事吧，索尼？你真的没事吧？不如直接抢算了，我看你是蹬鼻子上脸，真不把国区当人了。你没事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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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看来这移动国籍又得当一回土耳其人了。当然，众所周知，漫威蜘蛛侠是由索尼公司早在18年就发行完毕，是观众老爷们作为漫威死忠粉才有的今天，所以过了4年，蜘蛛侠依旧人气不减。作为看托比·马奎尔版蜘蛛侠长大的蜘蛛粉来说，不管当时是 PS4 发售还是如今的 PC 端发售，这部游戏都是许许多多影迷难以抗拒的漫画英雄系列游戏。游戏以曼哈顿为蓝本，制作了颇为庞大的开放世界，玩家将在其中扮演超级英雄蜘蛛侠，穿梭在楼宇与各种各样的罪犯对抗。游戏画面吹爆，是一款劲爆的爆米花大片，细节还原了很多电影情节。好的，已经夸完了。当然，不会真的以为就没了吧？这可是索尼发行的游戏，流畅的动作线条和优秀的打击感，逼真细腻的死档，使得玩家在高楼大厦目不暇接，并且还可以操纵多名角色，比如玩蜘蛛侠女友 MJ。 I lost Gwen. She was my MJ. It sounds like the title of my sex tape or something. 而且还多次摘面具还债。咱就是说，作为一款英雄主题游戏，即便已经发行4年，漫威蜘蛛侠的优势还是不错的。可是少不了开放世界的游戏诟病，过多的收集元素和升级不完的武器装备，使得玩家不是在收集，就是在收集的路上。这些任务也比较无聊，各位小伙伴看着做就行。至于买不买，其实本熊是不会强烈推荐，再忍忍吧，各位。2023年的续作就要推出了，只不过还是在 PS 端。第2名，黑道圣徒。时隔9年，继前作《黑道圣徒4》陨落之后，将于8月23日再推续作。希望这部重启作能够延续第3代的风格，而不是第4代那种科幻离谱风。希望不要让苦等半年的粉丝们失望。也许呢，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本系的游戏，本作是一款极其狂野奔放的开放世界游戏。如果非要给这部游戏加个上限，那就是其当年第3代甚至是可以和 GTA 4媲美。黑道圣徒是在一个充斥着犯罪的世界里，各个目无法纪的派系为争夺权力而战，一群年轻的朋友由此展开自己的犯罪事业，力图白手起家并成为一方之霸。游戏可支持跨时代，但不支持跨平台。但关于是否支持主机端和 PC 端之间交叉游玩，目前尚未确定。现目前本作试玩版捏人已开放，注意，不是捏脸，是捏人。兄弟们可以先行一步体验游戏画面，然后再做决定。但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吸引，而且价格应该不会像蜘蛛侠一样高出天际。根据本作历代来看，还有行业巨头 GTA 5的价格，本作不管是价格还是内容都值得期待。所以兄弟们， GTA 5 Online 都还在更新夏季 DLC 呢， GTA 6真的会望眼欲穿吧？所以要不要试试让黑道圣徒给你爱呢？第3名， SD 高达激斗同盟。在万代南梦宫举行的高达游戏系列发布会上， SD 高达激斗同盟宣布将于8月25日正式发售，将登陆于 PS、Xbox、NS、PC 平台。本作支持中文，现已开放预购。SD 高达激斗同盟是一款动作类角色扮演游戏，驾驶高达击败向你进攻的敌方高达，保卫世界和平。画风是 Q 版高达，以 PVE 的形式进行，但也可3人联机，说白了就是多人副本模式。其实也好， PVE 就不用担心被大佬锤爆了。要是真奔着 PVP， 直接去玩机动高达战士 VS 就好了。现试玩版已开放，高达迷们快冲！
国区价格348，最低国区价格土耳其94 ，PS 455元可以入手。可是，就算是高达系列游戏最优秀的一款，这价格是不是也有点离谱了？这就不多做评价，毕竟嘛，在男生眼里，机甲不比女人性感多了。第4名，《灵魂骇客2》。《灵魂骇客2》是一款冒险类角色扮演游戏，本作为《灵魂骇客》时隔25年的最新作。是真女神转生系列中融入科幻世界观创作出的热门衍生作品，继承了恶魔召唤师系列以及灵魂骇客的 DNA， 跨越1/4个世纪，以进化的理念描绘全新人物与科技的故事。于6月10日公开了其最新的宣传视频，现已上架 Steam 平台。国区标准版售价379元，阿根廷区204元，并已开启预售。有标准版就有豪华版，豪华版569元。说实话，讲到这里，3个日常游戏已经大幅度提高了我对游戏价格的确值。本来都是很感兴趣来着，但看到价格直接劝退。我看那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人是觉得中国人富得流油是吧？合着全面小康就把我落下了是吗？第5名，双点校园。双点校园是一款经营模拟类游戏，打造你的梦幻大学校园。别忘了深入认识你的学生，了解他们的个性脾气，照顾他们的生活期望与需求。这只是官方介绍，你以为你这游戏真的这么美好吗？如果你是已经拥有双点医院的玩家，那请你出去。相信你们已经对双点星座的理解不会再有偏差。双点系列游戏的有趣在于，玩家可以奇思妙想，在游戏里做到一些天马行空的设计，好比设计一个真实的美国高校，好好利用你的脑洞。游戏没有任何限制，只有一点要注意一下，请学生不要随意死在走廊上，不然就送你进双点殡仪馆。真不是尬黑，只能说懂的都懂吧。你根本想不到后面还会推出什么续作。大胆一点，我们直接就是还原一个正常美国高中生的日常。首先，双点妇幼保健院、双点月子中心、双点幼儿园、双点小学、双点初中，注意细节，双点警局、双点高中，再细节一次，双点监狱，还有等等等等等等，双点给你一条龙全包干。游戏原定于5月。跳票3个月，定档于8月9日发售于 Steam 平台，售价228元，真的会惊掉我的下巴。最低土耳其区也要123元。8月的各大游戏厂商真的是一个敢卖，一个敢买，好端端一个经营建造类游戏就给个友情价嘛。最后一名，咩咩启示录。咩咩启示录是一款动作类肉鸽迷宫探索建造动作游戏，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一只因被阴郁不祥的陌生人拯救，从而免于一死的被附体的羊羔。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玩家需要以那人之名组建一支忠诚的追随者队伍。在虚假先知横行的土地上，你要建立自己的教派，便利大陆上神秘无比、风格迥异的各个区域，笼络一群笃信森林的忠诚追随者，广散你的真言，最终一统全境，成为唯一的正教。游戏画面和饥荒相似，玩法类似于灵魂摆渡人的小动物玩法，整体画风是一种要溢出屏幕的可爱，可是到处透露着邪教的气息。游戏加入了建造元素，收集石头、木头、水果来提高信仰。现已开放 demo， 但 demo 给我的反馈反而大不如宣传视频那么出色。总的来说，就是招募信徒和建造，妥妥的 roguelite 体验闯关，但相对来说比较新颖，值得期待。国区预购价格118，土区仅需26啊，兄弟们，你们没有听错，真的是26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roguelite 爱好者赶紧先试试 demo。I love you guys. Thank you. All right, let's do this.